却又惊雷起。长烟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几个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停下！狄春，哟，小的狄春叩见大将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狄阁老回来了吗？哦，大将军，我回来了。阁老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大将军，一别数月，诸事安好吧？好，都好。阁老，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？蛇岭总坛已被我们击破，逆取萧清芳受首。太好了，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。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。此话怎讲？现在还不好说呀。大将军，我正要到千牛卫府去见你，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？阁老，自您走后，我派千牛卫日夜监视太子宫，果然如您所说，太子宫的侧门每天都有10数辆运土的大车驶出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天之前。你是说，宫室3天之前刚刚完竣？应该是的。我派2名卫士混进太子宫，他们回来说，后园严密封闭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听宫中的内侍说，是要挖一个荷花池。是啊，临行前太子对我也是这样讲的。可是挖一个荷花池，何必要将后园全面封闭？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是啊，此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而且自您走后，太子深居简出，2个月未出宫门一步，这也是奇事一件。前些日子，太子贪恋女色，每日早出晚归，皇帝屡屡下诏申斥，他都不能自己，以至于触怒圣上，险些生出大事。临行前，我还到太子宫中去劝诫了一番。可此次
他竟然能够2个月不出宫门，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诧异。这与他的性格大不相符。就是他能够痛改前非，也不会如此决绝。这不合乎常理，更不合逻辑，里面定有蹊跷。蹊跷？什么蹊跷？我要到太子宫走上一遭。前牛卫严密把守二堂，一刻也不许松懈。是。放到里面吧。怎么样，小梅？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吧？我第一次也是这样，在江湖上漂泊多年，过尽了刀头舔血的日子，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。贤儿，我真羡慕你，有了自己的窝，能和爱人长相厮守。我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呢。从今以后，我们2个就住在一起。来，怎么样？这床够大吧？贤儿，能够再和从前一样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苦尽甘来，我们又能在一块儿了。今后不许再叫显儿了，叫如燕。哼，这名字可够俗的。虽然很俗，但是我喜欢。我再也不想做原来的苏显儿了。我理解。哎，如燕这个名字是挺俗的，但是小梅这2个字不俗吗？你敢说我？卢先生，这里还满意吗？哎呀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！老朽这辈子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。您还有什么需要吗？只需要一张桌案。您放心，我立刻命人给您抬来。哎呀，如此便有劳了啊！哎呀，阁老，太子殿下，阁老，您回来了。是啊，刚刚听简之讲起，太子近来深居简出，怡养自得，实在是社稷之幸啊。阁老恭亲劝谏，李显敢不痛改前非？太子此行上合圣意，下顺人心，实乃大明大治之举啊！记得老臣临行之时，太子殿下曾说要在宫内建一座荷花池。正是。不知宫事是否完竣呢？已经完竣。难得今日风和日丽，太子殿下是不是引老臣到新建的荷塘旁玩赏一番呢？当然。阁老，请。
啊，请啊，请。请阁老。啊，请。殿下啊，这荷塘是何人设计啊？是请人设计的。殿下，恕老臣直言，设计之人不通园艺之术，不谙景致之学，更兼胸中无半分雅骨。此堂建成，大破后园格局，实为不伦不类，难入王侯弑父之地呀！有这么差？老臣如此说，还是给殿下留了几分情面。如果老臣所记不错，太子宫中是不能随意动土的，要通过太子内方局。不知此次公事是否报内方知悉呀？那倒没有。这只是我心血来潮搞的一点小玩意儿。是这样。此事如果让圣上得知，太子恐怕会领一个大不是啊！依老臣愚见，太子最好还是将此事呈报内方局，命有司前来彻底丈量池塘的梁度及两旁山石亭台所占地面的宽窄，备下立案，以防不时之需。我看就不必了吧。却是为何？太麻烦了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啊？内方局就在东宫之侧，派个内侍打声招呼，让他们过来丈量备案也就是了。如此简单之事都嫌麻烦，一旦日后有司查出殿下违犯定制，私建园林，那可就不是麻烦了。您就要直接面对皇帝的诘责，这二者相比，不知哪一个更加麻烦呢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宫里最近太忙，过几天吧。过几天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此事殿下一定要放在心上。请阁老放心。殿下，还记得几年前在湖州发生的那件蜜蜂案吗？当然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当时我们冲进湖州城中那座小院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您还想得起吗？当时好像是太子殿下。阁老，后面有点事情，我要去看一看，暂时失陪。太子殿下，您去忙吧，老臣在这园中随便看看。阁老请便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多亏了你啊！再让他问下去，就要露出破绽了。狄仁杰肯定是发现了什么，否则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荷花池来？他刚刚说私建园林有违定制，让我上报内方局，命有司前来丈量。这样一来，可就彻底露馅了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我推说宫内繁忙，过几天再说，就这样给推搪过去了。不好，要立刻将此事上报雪玲。老爷，好深的荷塘啊！碧春，有人落水了！快救人呐！快救人！来得好快！
使劲儿！这么小心！哎呀，你这小厮简直岂有此理！竟在太子宫中做出如此愚蠢之事！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狗腿！还不起来！老爷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烦劳你通禀太子殿下，就说家人丑行失态，狄某先行告辞了。狄阁老请便。还不快走！哎，是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！走走走！是。想不到你这小厮还真有些演戏的天赋。老爷，你演的也不错啊。在水底下看到了什么？哦，水很深，而且很浑浊，隐隐约约的看到水下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方框？正是。起轿回府。是。起轿。哦，元芳啊，大人，今日到东宫有何收获？那个太子是假的。假的？我只是试探了他一下，便立刻破绽百出。是蛇灵的人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他们果然将太子换掉了。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，而且换掉太子绝不是在宫中进行的。如此说来，太子的处境堪忧啊！要不要立刻动手清除逆党，救出太子？太子现在在他们手上，还不至于伤及性命。可一旦我们贸然行动，打草惊蛇，那太子可就危险了。大人，他们替换太子侵占东宫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我看，定然与袁天罡和萧清芳身负的秘密有关。哦，临到柳州之前，我在太子宫外发现有很多辆运土的大车不停地驶出宫门。当时我就觉得此事非同寻常，于是，在临行前，我命大将军桓斌严密监视。果然，今日桓斌对我说，运土的大车直到3日前才停止，持续了2个多月。是啊，当时我曾询问过贾太子，他对我说是要在后园中挖一座荷花池。今天我特意要他带我去看看。那座荷塘建得不伦不类，怪异之极。而且你想一想，挖那样一座方圆不到5丈的荷花池，需要用2个月的时间吗？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便使用诈术。果然，太子惊慌失措，破绽顿显，竟然连几年前湖州密封案的事情都说不上来。由此我断定，这个李显定然是假。他走之后，我命狄春假意跌入荷花池中，沉入水底看个究竟。池中有什么？他对我说，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。方框？正是。这些人为什么要挖这座荷花池？为什么要将这个方框放入池内？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？用2个多月的时间，挖了一座荷塘，在里面放置一个方框。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？
方框。你去将那张纸取下来。大人，那些草纸上所绘的方体，与荷塘中的方框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呢？方体、方框、数算。大人，这儿还有。这好像是一座水闸。水闸？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，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，来控制闸门的开关。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，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，闸门便自动的开启。大人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就是啊，难道这劳中之人要去修水渠？这荷塘之中用原木围成的方框，定然是图纸上所绘的那道水闸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元芳啊，你还记得在含光寺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，我们找到的那些图纸吗？当然记得。那上面绘制的是什么？当时您说，好像绘着一个水闸。当时如燕还说此人是要修水渠。大人，您是说袁天罡设计的那道水闸，就是今日狄春在荷塘中看到的那个方框？正是。下午狄春对我说，他沉入荷塘之中，发现池中的水很深又很浑，所以只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用原木围成的方框。其实他看到的那个方框不过是这个立方体的上半部分，而下半部分则隐藏在更深的水下，而塘水又非常浑浊，因此他没有看全。其实他所看到的那个方框就是图纸上绘制的那座水闸。是这样。看来这座水闸非常巨大。可是荷塘中的水是死水，要水闸何用呢？是啊。元芳，鲁成在吗？在西跨院。你去请他过来。是。哦，来啦！哎呀，元芳啊，陆先生，大人请您过去一趟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请。哎，陆先生，请吧。请。
大人，鲁先生来了。哦，大人。鲁先生，请你过来看看这些图纸。这是在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发现的。你精通数算制造诸行，请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。这似乎是一道水闸呀。与我所见相同。哎呀，此闸设计得非常精巧，是靠水的浮力开合闸门，应该是用于引水渠的槽头之处。大人，您是说这是老主人袁天罡设计的？应该是的。那他设计个水闸干什么呢？真是奇怪。是啊，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。卢先生在袁天罡被捕之前，你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，是吗？正是。老朽跟随老主人已经36年。你对他一定是非常了解吧？可以这么说。这是在他的包袱中找到的2本上古隶书。你看一看，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？这上面说的全是洛河附近的天候节气和水文变化。上面还记载着古代洛河河水几次突涨，也都与节气有关。你是说，这2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候水文？正是。洛河。大人可能有所不知，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。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，就是他通过天候推算出，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，这才置石碑于河内，令举世皆惊啊！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。而且老主人精通天文历法，并且经常演算变通，能将自然之术说得非常准确。比如何时刮风、何时下雨、何时地动，甚至江河之水何时泛滥等等，也尽在掌握之中。因此时人多传他是仙师下凡，卜算奇准，就是这个缘故。10年后的一天夜里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。到那时，神都道观庙堂亲附，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。难道袁天罡说的是真的？大人，您说什么？陆先生，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袁天罡被捕之前，有没有对你提到过“洛河神异”这4个字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大人，老朽不知您说的这个洛河神异是出自谁人之口。如果是老主人所说，那也许就是他经过推演之后发现了什么。好，陆先生，你所说的很有价值，回去休息吧。那老朽就告退了。
您刚刚说的洛河议事是怎么回事？月前，在含光寺，皇帝曾经说过，10年前袁天罡在天牢之中对他演讲，10年后的一天夜里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。这等妖人的话怎能听信？不，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、数算之学，恐怕他在天牢之中对皇帝所言并非虚妄。我想，袁天罡所绘的那道水闸，定与他所说的洛河神异有着紧密的关联。什么关联？你仔细想一想，水闸、荷塘、洛河，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？卑职想不出。当然是水，这三者都与水有关。是的。袁天罡在狱中穷10年心力，以数算之法精心设计出了这道水闸。现在此物就在太子宫的荷塘之内，而太子宫离洛河仅仅1墙之隔。虽然我现在还说不出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何在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不是巧合。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我可以断言，袁天罡与萧清芳身负的那个巨大秘密，定然与洛河神异有关。大人，是不是太复杂了？现在一切都是猜测，要想得到证实，就必须从假太子身上着手。那您想怎么办？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了。自大洋山总坛被破之后，他们就再没有露出过任何一点马脚，这使我们非常被动。首先，袁天罡手中的秘密是什么？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，这就致使我们无法判定对手的目的，因而就无从掌握他们的动向，更谈不上破解阴谋。可大人，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啊。话虽如此，可这些蛛丝马迹并不能够说明问题，更不足以粉碎阴谋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们的对手可以静以待变，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，成竹在胸。可我们却不行。面对一个未知的阴谋，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解秘密，铲除逆党。元芳啊，现在才是最困难的时候。大人，您有什么想法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孤身犯险，打草惊蛇。怎么了，嫡孙？听到什么动静吗？没有啊。让弟兄们睁大眼睛，一切小心在意。好，你就放心吧。
小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刚他在咱们的屋外啊。他走后，我才悄悄跟了出来。你怎么不叫醒我？看你睡得那么香，不忍心叫你。这家伙奔正堂去了，咱们去看看。走。你没事吧？让那狗贼咬了一口。元芳，大人，陆爷，叔父，还好，没有毒。大人，是他。哦，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元芳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您放心，记住要小心在意。老爷是。老爷，怎么了，地锤？您看，地川，没有惊动旁人吧？小的哪能那么傻呀？元芳，是。太子殿下，李氏，怎么了？圣上口谕，传您到上阳宫灵德殿见驾。哦，什么时候？马上就去。啊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大将军，您看来了。洛年，太子殿下，圣上有旨，命末将引领太子殿下前往。啊，有劳了，请。哎，大将军，这不就是灵德殿吗？皇上现在已到御花园，请太子到那里见驾。啊。大将军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哼，到你该去的地方。啊！拿下！带走！走！快走！进去！阁老，是你啊？是啊，没想到吧？皇帝呢？你就不必见皇帝了。你这蛇灵逆党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竟行如此丧心病狂之举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你说什么呀？事到如今，还在本阁面前做戏。实话告诉你，今日你道出真情，还字罢了；如若不然，顷刻之间便叫你粉身碎骨。我不懂阁老的意思。哼哼，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不懂？好啊，小梅，怎么还不说实话？我，好吧，我先替你开个头。你是蛇灵武堂堂主血灵的下属。你们一干人被大姐萧清芳选中，假扮太子李显，还有朝中阁臣，对吧？
你怎么知道？你的问题太多了。我来问你，为什么要替换太子侵占东宫？我是9堂堂主小梅。啊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大洋山中的总坛已破，大姐萧清芳被杀，现在蛇灵已经完蛋了。听我好言相劝，将真情从实道来，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说，我们是蛇灵5堂堂主血灵的麾下，3个月之前奉命来到洛阳，任务是以小慧的美貌勾引太子，令其上钩，而后在暗中用我将其替换，从而达到占领太子宫的目的。小慧是谁？是我们5堂的首领。太子现在何处？就关在后园的偏殿之中。你们占领太子宫的目的是什么？接引早已潜入城中的22位堂主及麾下2000多名部众，进入宫中。什么？22堂部众已全部进入太子宫？正是，他们是化妆成太子卫帅，分批进入的。你们潜入太子宫，不会没有目的吧？22堂麾下奉上峰之命，在太子宫偏殿及后花园中挖掘隧道及一口荷花池，并将一座活闸口放入荷塘之内。那隧道和闸口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您是蛇灵中人，最清楚咱们的规矩。大事上只有上峰才知道，我们这些底下人只是依令行事。那你们的隧道通向何处？入口在太子宫后园内的偏殿，出口在洛阳城中千亿方内。哦，隧道只挖到千亿方？正是。你认识那个地方吗？当然认识。好，你立即引我到千亿方。是。狄春，小的狄春拜见大将军。好了，不必多礼。狄春啊，有什么事情说吧。这是李将军让我交给您的。元芳？正是。他为什么不亲自前来？是不是出事了？啊，李将军要务冗陈，无暇分身，特命小的前来下书。你马上回去上复李将军，就说我立刻准备。谢大将军。
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